蛋总，我今年32岁，是传统制造业的设计师，在一线城市。眼看我也到了职业的瓶颈，行业平均工资1万左右吧，也存不下什么钱。我到现在没啥存款。我大学呢是2011年，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了一些风口，比如说就是各种互联网啊、淘宝啊什么这些。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感觉自己正在错过赚钱的机会。那个时候我执着于成为微博段子手，但是我没才华，想了好多天也写不出来。大学毕业以后无法进入社会，在家 gap 了2年，后来出来工作，这些年也在吃药，好了很多。我也知道这些年抖音啊、小红书的崛起，但是对这2个软件，我那时觉得很不屑，觉得非常的没意思。有一年我看了《荒原狼》，我朋友说作者黑塞心理有问题，你可以看看就好。我说我觉得非常的共情。我朋友说是啊，你本来心理也有问题，真是好朋友啊！哇，我觉得我好好上班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我们行业非常辛苦。也不想搞7搞8分散精力，但是这么多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生活体面一些，并且有一些积蓄。哎，我现在也想通了，想搞一些副业，我想做自媒体，但是感觉到自己的匮乏的同时，还是感觉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活跃，不喜欢露脸，也不喜欢发表观点，我也不想和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我旅途中打算拍视频，后来也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私人的体验，无法和人分享。但是我也知道，现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互联网，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的问题呢是，除了做自媒体，在无资金的情况下，还有别的做副业或赚钱的方向吗？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的远离网络，同时又能赚到钱？感谢您的回答，这对我非常重要。朋友，你这纯两头堵啊！你这条件太极限了，我这咋给你回答呀？啊，挺多的，但是我感觉我跟你说啥，你都已经想好了一堆不想干的理由在等着我了。能干的无成本的情况下，能起来干的事儿多了。你帮别人剪视频不行吗？对不对？多了，但我总感觉你好像肯定都能给我否定了，朋友。我感觉你在这个多年的自我否定，以及你多年经验丰富的自我否定能力，你肯定我说啥你都能给我否定。我劝你是这样哈，朋友，我劝你是凡事先往好处看。你看你这么多年，你说你有心理也有严重的心理这个问题，还要吃药，哎，你看咱这不也都干到这个在一线城市，这不行业你也做下来了吗？说这不是个好事吗？就想想自己是吧，都生病了，但是还是能这么，哎，厉害，能做到，这不很高兴的事情吗？是吧？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这凡事挺爱往坏处看的，你先往好处看吧。荒原狼这种书就少看吧啊！先想想自己做对了什么啊，多想好，先多想好事，多想好事。然后这个赚钱的事还好吧？你先能这健健康康的，不都已经是巨大进步了吗？不挺好吗？你先健康了，有活力了，想赚钱嘛，你这干点啥都行啊，太有意思了。荒原狼，你那个买本后场看一样的啊，跟看荒原狼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啊。这本书就是我个人版本的那个荒原狼，我写完了这个我特别快乐，但很多朋友说读了特别痛苦。我在这一点上，我肯定是这个写作能力无法跟人家那个余华老师有什么相比啊，但是我在这一点上跟余华老师挺像的，就是创作就是创作，生活一定要快乐。哎，刚这个朋友我不应该说明白了吧？刚这个朋友，你就好好的是吧？先阳光起来，然后干啥呢？其实你也不太需要我教你，你上网一看，到处都是嘛，那些各种活，你其实主要是有这个否定这个动力的问题。你先快乐起来，你先阳光起来，然后慢慢这干点啥都行啊，是吧？你想有这个心，你干点啥不行啊？也不一定非得互联网啊，你这是吧？这生活中这不多了吗？想干活不是有的是吗？关键是你还得有想干的心呢。我来讲讲我的奇葩上司。我本来过着躺平的生活，觉得自己社会经验不足，我就上班经历。我本来过着躺平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社会经验不足，就来上班了，经历一下社会的捶打。我爸妈怕我在外面受气，把我送到了他们好朋友的公司。不想念了。哎呦，又一个这个谈生活呢。哎呦，老板交代我上司说我们关系很好，要多照顾照顾。家宴上我上司也来了，家宴了，吃上家宴，他各种的表忠心，还加在场所有人的微信。当晚他敬酒的步数都能破万。为了能融入同事，我上班呢走简约风，啥意思啊？就是爸爸妈妈买的那些小汽车就不开了是吗？上班走简约风是吗？爸爸妈妈就有一些汽车不开了吧？哎，结果我上司说，我看过你的朋友圈，你非常精致，没必要为了上班故意打扮成这样，这很割裂。他打开我的衣服，一副嫌弃的样子。
我那天穿的是一件大衣的时候买的香奶奶针织衫，衣服上没有大 logo， 他就没看出品牌吧？哎呦，你看人家哈，要走简约风，咱们就是香奶奶是简约啊，原来哇，确实是我的妈，这头晕眼花的看着，原来是。哦，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喝口茶，我先冷静一下吧。哎，真会气人呐，姐们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呢？这么会气人吗？给他念完吧，感觉挺精彩的。我和他说，我都是花家里的钱，同事们都是自己赚钱，我没有必要在办公室给穿的太突出。我上司说，我们公司呢就是服务这个高净值客户的，什么有钱人我们没见过。你这个想法折射出了你的潜意识啊？他是觉得我看不起同事吗？我和同事们分享零食愉快聊天，他没看见吗？哦，阴阳怪气了你一下说。二，我们部门人不少，新入职的员工我也没来得及加微信。这同事啊，这新入职的你怎么这么自然就管人家叫员工了？但我就是不想加，我觉得没啥来往的同事不加也罢。我上次出差的时候问新同事我微信给发个什么，人家说还没加微信，我上司就下令让他来加我。由于上司要不来另一个部门经理的 PPT， 就让我去和他要。在办公区问我有没有那个经理的微信，我说目前没有，我现在马上加。结果他在办公区就喊到了：“你给我过来！你以为你是谁？等着大家都来加你吗？”我说我目前还没有跨部门的工作，暂时还没加，我马上加。他说我们部门的人你都加不全，那谁还是我让他加的你呢？我心里想，都在部门群里，有必要每个人都加吗？我微笑着，但是我心里已经很生气了。上司带我去拜访客户，客户定在茶馆了，他让我带上茶，待会儿喝。我就想去茶馆，我自带茶吗？不对吧？后勤给了我3包一样的茶，我放在了桌上。上司经过看到了那3包茶，说怎么拿了3包一样的茶？怎么想的？什么东西？他是在骂我什么东西吗？那天在饭桌上各种讨好我爸妈的是谁啊？是南北吗？我们家是指南针吗？后勤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后勤也看不下去了，说是我拿给他的，拿不一样的话，其中一款喝完了怎么办呢？上司说那就换口味啊。后来出发去见客户，我见他穿的单薄，关心他会不会冷，上司无视我，跑去和别人有说有笑，算了，我不冷就行了。这上司明知道我家啥情况，他还非要给我整我这不知道他是咋想的。我还真是，我也实在受不了，去跟老板诉苦了。那个老板说公司是他说了算，叫我啥都不用怕，上司的优点学一学就好了，上班还是很有意义的。终于明白了啥叫钱难赚屎难吃。祝小卖铺越来越好，感谢吧，感谢你的祝福。姐妹儿，你别走远了啊，别人我不好意思要求，你现在马上给我把这个购物车打开，这虾脆脆你买个3000罐吧，行吗？用这个虾脆脆堵上你这个上司的嘴，行不行？3000罐吧，差不多吧，比较符合你的这个消费习惯。哎呀啊，少1罐都不行啊。那个慢慢吃，那个上司嘴给他堵上。哎呀，不是上班挺喜欢跟同事分享零食的吗？给同事一点小小的震撼啊！3000罐，我的天！哎呀，我的天，头晕啊！真头晕，就用这个虾脆脆把咱们这个小公司给它填满。关键是我从他的字里行间，我还能读出来他的一种天真。我真是，哎，我其实也生不起来气。我感觉那 A9 才买300罐，对，那 A9 他没同事的，他有同事啊，所以让他买那个3000罐嘛。A3 下单了3罐，A3 下单了3罐 ，A3， 那你这3罐下单完了，你不就A0了吗，朋友 ？A3 没有必要。拿出全部身家来支持我呀，没有必要。评论区已经没法看。哎呀，欣赏大家的乐观，哎，太有意思了。我们这小卖部的人真的都挺乐观，挺好。大家就对开心，心情好才重要。心情先好吧。我刚给那个比较抑郁那个朋友也是这个建议。这个生活嘛，总会遇到困难，但是心情，你人的这个能量啊，咱说正能量这个词，你人的这个心情啊，或者说能量，你给它就是正了，就慢慢会好的。这个地方一直不好，就是吧，咋再好也好不了。哎呀，大家太逗，不活了就支持蛋总别什么评论不是看个直播整的这么悲壮干什么？这不好好活啊！不用这么支持，没有必要，我承受不起。梭哈是一种智慧，梭哈。
哥们叫啥来着？太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朋友们，太有意思啊，太有意思，太好笑了。蛋总你好，我是03年的大学生。虽然现在还是未曾踏入社会、清澈又愚蠢的大学生，但是仅仅只是大学的校园已经让我对社会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举个例子，我身边有形形色色为了不同目的做科创项目的同学，有的为了保研，有的为了挣学分毕业，但是做的项目天差地别。有的同学勤勤恳恳从早到晚，最后连个校级赛都打不出去；有的同学平时上课一点不听，一点不去，成绩也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人际关系处得好，就可以链接上很厉害的导师，给他分配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团队，什么国奖、市奖、论文、专利应有尽有。但是我朋友就是那种我觉得他很聪明，成绩也超级好，但就是因为不会来事儿，在保研这条路上走得很艰难的人。虽然我不是走保研这条路的，但是只是听听看看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我就会觉得未来很恐怖。我不得不相信，人际交往能力远远比个人能力的绝对值作用大得多。存疑啊！有时候我就在想，那么难的数学、物理公式，我那个同学很快就能理解，学习能力也超强，人也很聪明。你要说对做科创的能力，大家都是大学生，那只要他有好的资源，做的一定也不会比那些一点不学习的同学差嘛。可就是因为人际交往这个命门，很多东西想要也得不到，逼迫一个 I 人为了很势利的目的去社交，真的好痛苦。但是对于擅长社交的人，这根本就不需要努力，只是日常的生活。我会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想到以后毕业如果去工作，进了公司、企业啥的，就会被那些会社交的人吊打。如果去考研，现在我才发现学术圈这弯弯绕绕的也逃不开人际交往，咋办呢？蛋呢？难道以后真的要做一个足不出户的个体商吗？为什么最后说我呀？啊，怎么一篇文章下来最后说的是我？以后真的要做一个足不出户的个体商？难道以后真的做一个足不出户的个体商才是我这种人的唯一出路吗？希望蛋总可以稍微为我点拨一下思路。你说的这种情况存不存在呢？不在。你说的这是不是现实呢？是。它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绝对呢？啊，绝对没有。你的能力就因为不会社交就不会被人发掘吗？很难的，也挺难的。这个社会，对吧？这还是可以的，你好好工作呢，对吧？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你在大学里容易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可怕，没有那么可怕。但你说的情况肯定也存在，没那么吓人。足不出户的个体商也得跟人打交道，是吧？你别把它想的那么可怕，还是要跟人打交道的，跟人打交道也没有那么可怕。还好，人际交往咋说呢？比如你看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存疑啊。我不得不相信，人际交往能力远远比个人能力的绝对值作用大得多，不是这么分的啊。这个不是能这么分的，这么好像是两瓶酒似的，中间一拿开说你是这罐，我是这罐，不是这么分的啊，它就是混在一起的啊。你个人能力对吧那么强，咱们就说你对专业的理解吧，如果你特别强，你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就是比别人都要深，难道他们不会来跟你交往吗？这些人际交往能力强的人不就过来跟你交往了吗？然后你心里已经对这个人际交往，你就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你就觉得搞人际交往的人就是那个不学无术的人，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吗？你觉得人际交往就不学无术，就是钻营搞关系啊？然后你别这么想，别这样想问题，这么想问题可麻烦了。这容易年轻，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容易把这个世界理解为非黑即白的。是吧？好像是说一去人际交往，你就这个人不学无术，不是个好东西，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社会，你要做成一件事呢，是要跟人合作的，就是一个，你别觉得它多可怕，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咱们说穿了，你不也有朋友吗？啊，你举个例子，你不说你这好朋友学习能力非常强，这不你也有朋友吗？你跟你这朋友交朋友是为啥呢？对不对？你不也有朋友吗？有那么恐怖吗？没有那么恐怖，这社会没有那么吓人。对不对？感谢，感恩。蛋总好，我是一名毕业于瑞士酒店管理大学的毕业生啊。你是今天第2个，刚有一个你们的那个。我今年参加的工作也是酒店行业，是我上大学时就梦寐以求的顶奢5星级酒店。我今年3月份入职，现在呢2024马上要结束，在这里将近1年，我学到了很多，也接触到了这个高端酒店的管理方法，以及还有客人群体。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职业发展非常顺利的人，一直以来都是个顺利的人。我对于我自己的一切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是我单位最近发生人事变动，导致现在我们部门工作环境特别不好，大家开始变得不承担责任，
甩锅。就在今年大概9、10月份的时候，我产生了想离职的想法。我对于本专业的学习有3年，实习1年，正式工作1年。对于酒店管理专业的认识和接触，入门的话已经足够了。我内心依旧有对于其他文艺、艺术类行业的兴趣和喜爱，但是我的父母总在告诉我，就业形势不好，没有稳定收入这一类的事情。我其实已经决定好，离职也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内心并不想被任何人左右，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向前迈一步。而且我今年才22，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投入。可以年轻，我不想因此而浪费掉，就仅仅是因为稳定的收入，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想要得到蛋总的支持，感谢支持。想干点啥干点啥，想干点啥干点啥吧。22是吧？飞起来！出去就是错了3年，一回头一看，哎，才25啊！关键是这个瑞士读酒店专业的朋友，一般来说家里也不需要你挣多少钱，干点啥干点啥干。蛋总好，我于凌晨写下这段文字，主要是思考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听听您的看法。我是大2的学生，行，我看看。我男朋友在 Top 2的学校读博，比我大5岁。这是我的第1段恋爱，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久。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一直畅想未来，会说到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那些人生大事都说得很具体、很细致。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发现，第一，我对于和他一起畅想这些事情没兴趣，觉得太远了，好烦呐。我更想谈当下的，说起来没压力、快乐的事情，并且能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交流。也许这是我们年龄差带来的。第二，他的一些具体想法我不认同，也不想配合，有一种女孩子一定要独立做主的劲儿。我也和他说了，他那些想法，我想做的意愿一般，不知道他是真没听懂还是特别轴，一定要按他的想法做。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他按我的想法来，所以我在纠结未来大事上的想法如此不一致，是否要分开。另外，在恋爱之前，我本身生活可以打99分，陪伴父母和朋友社交，自己独处，3者完美分配在我的生活中，无比舒适。而恋爱后，我需要从这3者中都砍掉一些时间用来跟他谈恋爱，我觉得有点累。而那三者都很难割舍，但不得不承认，恋爱确实满足了我人本性的欲望，甜蜜的恋爱也让我真的很开心。也许我是一个不擅长改变的人。我想我不恋爱也过得很好，所以我要不要回归单身生活？还有呢，我也算是见过一定世面吧，自己本身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生活层面都挺富足的。但是我男朋友吧，我不可否认他学习方面确实比我牛，未来发展也会好。但是我觉得他就目前所追求的、所看重的都是最世俗的名利，常常挂在嘴边，让我觉得有点当然他这样做也没有大错。但是我更想有一些跳脱出来的思考，比如说我看过您的书，我看看，我先往下看看，我再念啊。我已经好几次就是前面读的特别正常，我读到最后发现就是图穷匕现就冲我就来了。我先看看啊，我看看后面要说啥啊？行，没事啊，没事。比如说我看过您的书，我觉得时不时有人能跟我分享这样的思考会让我更爽，而且我感觉他会有点计较、小心思，我觉得不大气、不敞亮。这算是3观不同吧？能否长久的走下去？走不下去。但是呢，他很喜欢我，也为我妥协了一些吧。我很享受大部分我们的恋爱的时间，也不想草草结束我的第1段恋爱，又怕走不下去耽误他的时间。毕竟他大我5岁，还比我更着急。以上是一个小女孩幼稚的想法，希望蛋总能聊聊您的看法，给点建议，谢谢。啊，你就他会跟你分的啊，这个想法不要有啊。说什么走不下去，怕耽误他的时间，这就不要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都是成年人了。自己为自己负责任，啊，不要老这种就是荒唐的想法，对不对？而且你要是他真像你说的这么现实那什么的话，你最后老不跟他聊那些，他就跟你分了，好好谈吧，你享受就享受一天啊，将来会分。哎，这小朋友也挺开心，也挺好。关键你跟你这男朋友是咋谈上的呢？这不是一类人呢啊？不过一般初恋嘛，是吧？东北有一位哲人说过，初恋根本就不懂爱情啊，估计也是稀里糊涂想谈个恋爱，无所谓了，多谈谈就好了。老师好。剧本发生在北京，什么剧本？我们都是主流媒体从业者，孩子3岁了，特可爱。我媳妇儿还做微商，一度还很赚钱。哎呦，这2年差点，但也比我强得多。家中主要开销也是靠他。今年2月份，媳妇儿主动告诉我，她出轨了，认识了一个金融男，虽然负债几千万，但是很有潜力，会说话，情绪价值拉满。带他吃玩，组各种局。那时他觉得我这些年没给的，人家都给了他，尤其是情绪价值。我也不太爱夸人。因为孩子很可爱，我一度想挽回这件事儿，然后我算了一卦，说忍半年会好。哎呀，不准，我觉得，我算了一下，不是，我觉得不是。5月份之前，他给我各种的拉踩，我都忍着。到了7、8月份，能明显的感觉到对我态度好点了，但也一直在拉扯，我就处于放任的状态。孩子该带一带。11的时候，他们俩又升温了，他就找我预约离婚，但是冷静期过了呢，他又不去办，为什么呢？因为那段时间金融男出国了，情绪价值给少了。
11月底表示出想和我复合，但是前2天金融男回来了，说了几句好话，吃了顿几千块钱的饭，他俩又好上了。我问他到底想怎么样，他说他没想好。一方面觉得和金融男性格不合，独处时很无聊，人品也不行，走不远；另一方面呢，对这些好听的话、好吃的好玩的，觉得抵抗不住，让我给他点时间，我直接就给他拉黑了。他一直打电话让我给他拉回来，我现在对他和婚姻嘛都是可有可无，唯一呢就是孩子，我真有点舍不得，还是希望能快点摆脱这种困境。我想彻底断联，但有孩子又断不了，断不干净，快1年了，太痛苦了，应该怎么做呢？求教，兄弟啊，兄弟，早上人欺负成这样了，兄弟，还离不就行了吗？离不就完事了吗？这有啥怎么做的？你不会心里还舍不得吧？你光说他舍不得，我看你也有点舍不得呀，真吓人呐！哎呦我的天，金融男回来了。说了几句好话，吃了顿几千块钱的饭，又和好。这位金融男这么勇敢吗？就是说，头晕，哎呀，头晕，真头晕呐！咋办呢？就得离呀，那没办法。孩子再可爱，那那不是那还是能见着这孩子，就算判给他了，你还是也能见着。这不行啊，这日子过成这样，长此以往，人要出事了，不可以啊！赶紧离了吧，赶紧离了吧，快离了吧！你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媳妇儿要倒大霉。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她倒大霉那个时候，你不在她身边，你已经跟她分开了啊！你还不跟她分开，你要出事儿，她要倒大霉了，你快跑！命的真行啊！算了一卦说忍半年会好。哎呀，大师们，咱们平时合适吗？这什么门派的？这怎么算出来的？这大师真行啊！这大师啊，不是服了，哥们儿，你听我的啊！我也会算，我是测字的啊，我是那种不是测一个字，我是测这个宋体雅黑，我是测这个字，你这个字我测了，不离要出事儿，好吧？你的积蓄啊什么的都不，现在正处在一个高危的状态，赶紧离！哎呀，咋看都是危险。但我想跟你说一个知道了你肯定会骂我的事儿，我就不骂，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 peace and love， 这给你爱，难受死你！我和老公在一起11年了，结婚前因为和老公的一些问题吵架、冷战、分手，差点就不结婚了。在此期间，我和我在单位的同事算是我的小徒弟吧，关系就走近了一步。本来我们关系就不错，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一直陪着我，直到我选择了结婚。婚礼当天呢，他也没有到现场。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一天一个人在公园待到了天亮，我就一直对他很愧疚。本身他调到别的项目不见面了吧，也还好。可是最近呢，他又调回来了。虽然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已经删除微信了，但有的时候只有我们俩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些回忆的话。还住一个小区，就避免不了一起回家。是很难避免啊，这是很难避免的。哎呀，对，这种事嘛是很难避免的啊，避免不了一起回家。他亲了我。我虽然心里10000个知道这是我婚前最恶心、觉得最龌龊的事，可是我还是会想到我难受的时候他陪伴我的时光，我会拒绝他，但是心里发现还是喜欢他，我可咋办呢？哎，你搬家吧，怎么样，姐妹？这住在一个小区确实很难避免的，蛮难避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老要一起回家，对不对？搬家吧，怎么样？好吗？把家搬了，快乐，高高兴兴的，怎么样啊？这个男的也是挺狠呐。说有时候只有我俩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些回忆的话，这个场面有点诡异吧？就是说，办公室突然没有人了，就剩你们俩，然后你还在那里工作，然后你这个曾经的男朋友就突然对着空气嘛，那一天你结婚的那一天，我一个人独自在公园坐到了天明，不吓人吗？这时候有人突然推门进来了，又该如何是好呢？有点吓人嘛。他精神状况还好吗？姐妹，他也有女朋友了吗？不是吗？他女朋友难不成也住在你们小区？搬家有比搬家更重要的事，姐妹别搞，真容易出事，别整。好，背景，我老公是程序员，下班就玩手机，每天我俩面对面交流基本不会超过5分钟。他在家最喜欢的地方是马桶。事发之前，我在他公司的办公软件里看到他问女同事，说我真的很爱叹气吗？了解后得知他被领导提过一句他爱叹气，所以他有此一问。据我老公说，中午同事们一起吃饭没说的瞎聊。女生呢是16型人格，是调停者，她平常比较关注调停矛盾，比较爱说话吧，所以他就问了这个女生。他确实有段时间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但因为有这段对话放在办公软件里确实太瞩目了，所以我心里不舒服。外加他有段时间突然问我是什么，喜欢看 ENFP INTJ 视频，联想到老公知道那个女生是调停者，就感觉是不是他因为和人家女同事一起吃饭聊天聊到这个话题，他才来问我。
我才对这个话题，他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就不舒服了。我觉得老公一天到晚和我也没什么交流，怎么和女同事一起吃饭不够，怎么还跟人家聊天呢？怎么聊的比我还聊的还多呢？我的疑心就起来了。于是我就看看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我老公给对方发过一个戏剧节的推送链接，跟了一句：“我老婆最近在找人去。”看起来也是同事们吃着饭聊到了什么。因为那时候我确实在找人一起去玩，所以发给女同事也很突兀。当时就和老公聊了我的不舒服，希望他能和我多交流，能和那个女同事保持距离。结果后面就是每次我看到对方在企业办公软件给找我老公，我就生气，我说这人怎么又找你了？我也很烦啊。我和我老公大概就会这样抱怨2句。我现在在他加班或者有团建的时候，就是胡思乱想。他们团建也没有人带家属，我就联想到外遇什么的，救命啊，度我啊，怎么能不介意？我也尽量让自己忙起来。下班后我有话剧、练琴、看短剧、小说、购物。但是他一下班找我他一下班一晚，我一闲我就开始担心，我俩夫妻交流太少，我就会发散到他是不是出轨了？救命啊！度我！这位女施主，你就跟那个女同事一起去看个戏不就行了吗？这位女施主，多大点事儿啊！你就直接就别急眼了。你这不下班不挺有忙头的吗？这话剧、练琴，看来你也是挺喜欢看戏剧的人，你就直接交上朋友，聊2句，可能就发现了，对不对？就发现，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很有可能啊，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能看上你老公的，会不会就是只有你呢？有时候你别太悲观，你乐观一点，可能只有你看上，他看不上。很有可能的。你跟这女生，你们认识，一起看看戏怎么了？不挺好的吗？交个朋友，我听着没啥。微信聊天记录你都看了，你看到的最严重的一句话是你老公给人家发了一个看戏剧节，然后说的话还是我老婆最近在找人去。你给我举例，肯定这就是最严重的一句。我觉得他俩肯定是没啥，太吓人了。最严重的一句提的还是我老婆在找人看，那这能有啥？没啥吧？是不是？这不纯没事吗？比没事还没事，太没事了。你跟那个一起看看呗，戏剧节，真的感觉你俩有的聊。这 ENFP、INTJ 的话剧啥的，挺好，多个闺蜜以后。但我发现我好像很久没有生气过了，情绪像一潭死水一样不再鲜活。前2天在工作中起冲突，被客户打了啊！这客户真有打人的吗？我是没想到，我确实这人生中没经历过，这客户真有打人的客户吗？快谈一谈啊！快出去，不会打我吧？前2天在工作中被我打了，那一瞬间，接下来的情绪居然是不解，然后就变成身体的自然反应，就开始哭。我有多么的委屈，我也没有。事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愤怒？我也应该愤怒啊，应该怒火中烧，用我毕生的力气打回去。大脑告诉我被侮辱了，绝不要放过他。情绪告诉我好像也没什么，被打了，不过这会儿已经不是很疼了。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应该是上大学开始的，也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这种状态给他拉开帷幕，就这么慢慢的我就变成了一个表面看起来好像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面对任何事情永远是活不了就死，死不了再活的态度。说好听点就是情绪稳定，说难听了就是没骨气、没热血、没冲劲儿。在我工作生活中体现出来就是不够积极、不够渴望、容易退让。我个人也很困惑，这种状态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我前2天看了个电影《好东西》，我大概有点头绪了。电影结束，朋友问我你觉得哪里最好看？明明我哈哈大笑了整个全程，但是我说不出来。就像我时常莫名其妙难过的时候，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总是下意识忽略自己的情绪，不动脑子不思考，把一堆客观的小问题，饭难吃不开心，下雨了鞋湿了不开心，扣工资不开心，下意识的忽略压制，用没什么一带而过，最后把它拖成了一种主观的感觉，我不开心。我小时候真不这样，小时候我是号称母狮子那种人啊，我真怀念那种感觉啊。蛋总，你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给我号脉啊！我这是个什么毛病？还有的治吗？首先应该报警，好吗？好不好？被打先去报警，好吗？啊，因为如果都冲突到这种地步，我觉得你并不是说你小时候是什么母狮子什么，我觉得你现在依然是一头狮子。我上了这么多年班，我也没见识过这个呀。这工作中起冲突被客户给打了，肯定是很激烈的画面啊！你肯定不是一个说。是吧？没脾气的人，你这不有脾气吗？都打起来了，是吧？赶紧去那个叫那什么呀？我要说什么？哎，我要说什么来着？对，这种要报警。然后呢，我觉得你还是有这种活力，有这种东西的。我给你点小建议，你可以干一个事儿，你每天逼自己，就是我今天必须记下3件开心的事儿和3件伤心的事儿，情绪日记，每天写情绪日记，写一写，能写出来，慢慢就有感觉了。还是写不出来，
感觉就没有，你就得看医生了啊。但我感觉你应该没那么严重，你自己先写写吧，感受一下，估计是能调整好的。写这个情绪日记就行了，情绪写下来是有用的，写一写就知道，慢慢写一写就给自己写明白了啊。但我想告诉你，我订阅了你推荐的少年新知，开始期待每个新的月份的到来。今天单位组织给贫困地区小朋友捐赠少儿读物，我把收到的这几期少年新知全捐出去了。本来想着分享给小侄女的，现在分享给更多的小朋友了，很开心，非常好，对吧？快乐就是越分享越多的，非常好。但我想抱着试一试的状态，我想问一下，我的爸爸跟一个女的差10多岁的女的有联系，被我妈知道了，因为没摊牌。我爸也不知道，我妈已经知道了，每次都死不承认。我妈属于那种能憋得住的，但自己气得要命的人。我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有效解决啊？跟你没有关系啊，那是他俩的事儿，少管，别管这种事儿。但晚上好，其实没啥想说的，我就是觉得最近自己的生活状态真的很好。本来以为喝了咖啡，所以每天很激动，但是不喝，我竟然也精力充沛，每天基本没有任何烦恼，连偶尔加班也不觉得难受。和老公的关系很好，和朋友的关系也很好，父母的关系更不用说。每天下班后就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干，偶尔还能去吃好吃的。运动了以后，来大姨妈的时候肚子都没有丝毫的感觉了。祝福所有人，纯分享快乐。收到你的祝福了，姐们儿，这个意思。蛋总你好，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4设计生，第一次遇见蛋的小卖部的时候，状态特别不好，我遭遇了很不好的事情。校园霸凌加被断崖分手，我的状态真的特别差。在等高铁的时候，甚至想过跳到轨道里，我的天！因为被霸凌，每晚恐惧的睡不着，觉得心脏都出了问题。一次很偶尔的机会，看到你在直播，听到了很多来信，也有听到自己的来信。从另一个视角看自己的来信是一件好奇妙的事情，因为我总以为自己不幸运，因为不幸运才会遇到这些事儿。但是信被读到的时候，就感觉事情有个回应，也有个转机。现在的我就恢复得很好。我把被霸凌的一张张图片、一句句凌辱都保留作为证据，用法律保护自己，也勇敢地对我自己说被断崖分手不是不幸运，而是太幸运。我才22岁，我期待我30岁的样子，期待我的每一岁每一天都是1年1度啊！这或许听起来很中二、很热血，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正在做临终刚关怀相关的毕业设计，除了我的导师，其他导师都觉得我的话题太敏感，觉得不适合毕业论文。但是这是我的设计，我希望自己可以晚一点投降。所以我还挺忙的，忙着跟他们 battle， 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永远幸福。好的，恭喜恭喜，我的荣幸，非常好。又小小的给自己积了一点点德，这以后我出去吹牛，我说这也是吧？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啊。我有一点点帮助。你这个毕业设计小朋友，这个我多啰嗦几句啊。你现在是非常好，这个不要有觉得说是投降的这种感受，就是可能只是说对吧？只是说一种友好交流吧你就当是友好交流吧。你这个导师嘛，有的导师觉得话题太敏感，也很合理。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选择其实反而非常好，哪怕就是从现实层面来说，就这大家会越来越关注这件事情的。咱们就从现实层面来说，你这个东西弄好了，可能还真是个好事儿，对吧？也别老觉得跟他们也没啥恶意，是吧？他说的也对，是吧？也敏感嘛，也挺敏感，但是这做好了很重要。我目前上大3，因为学校原因，我换了一个更好更厉害的老师，但是他给我上课，我也很苦恼。终于我那根弦崩掉了，我早上会被噩梦吓醒，梦里上课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没弹好，在舞台上失误闹笑话，所以现在我上课完全没状态，总觉得是不是这辈子就这样，永远不会松弛，永远不能弹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弹琴，现在就是多爱弹琴就多怕上课，弹的就更差。我现在用阅读去找心理素质的问题，看很多缓解焦虑的、治愈的、思考的工具的书，还有蛋蛋的书我都看了，但是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反而让我产生了我在逃避的感觉。是不是看书的时间用来练琴会有更大的进步？目前我也要考研了，我不知道是要死磕我的乐器，还是换条路去理论研究。选个理论我会有背叛的感觉，而且理论学完我还是不知道我去干嘛。继续学乐器的话，可能要考个2、3年，花更多的钱。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太重了，爸妈年纪也大了，也不想他们为我承担这么多，所以希望蛋蛋哥给我一些意见，只是选择问题，不用就想听听你的意见而已。我太痛苦，明知不可而为之。哎呀，到底是勇敢还是自我？谢谢蛋蛋。
祝小卖部生意兴隆。我没学过，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状态，就是考研还是啥。但我听起来，你要是特别爱弹琴，你就接着弹呗，完了出去接点活不就行了吗？不是已经我反正有学弹琴的朋友，这个赚点这个零花钱外快，就是靠给别人教别人琴。我觉得可能你现在就去教一些小朋友琴啥的，有可能能给你这个心理问题还能给他治好了。通过教别人，慢慢这种自信感觉可能就找回来了。然后，对吧？一边练一边教，一边赚钱，接着学呗，喜欢就学呗，能找着喜欢的就学，接着弄呗，对不对？教成人行不行？也行吧。你看有人要学，你就去教教呗。是吧？我看你这个时间还是有的嘛，你这看了那么多书，然后很紧张很逃避，没啥，你就用这些时间你去赚钱嘛，教别人琴，然后慢慢的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你的自信感觉。我前两天在那个小红书上发了一个离谱礼物大赛，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投稿情况，我想看看这个榜单上有没有比我送的更奇葩的礼物。但我这去哪儿看呢？谁给我看看那个离谱？我就收到过离谱，就是我的眼罩。拯救离谱礼物，查看详情。平底锅手机壳，我的天呀，这个怎么放大呀？我得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太震惊了！这怎么放大呀？我怎么放不大呀？哎，怎么点不开呢？只能给他投票吗？这放不大，这个做的不太好，不能放大，但你们凑合看吧。平底锅手机壳放不大啊，看着了吗？看看还有谁？这个礼物叫妈妈怕我冷。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笑不行了啊！朋友送的钻石美甲手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钻石美甲手套，你们准备好了吗？真的是够离谱的哇！黄焖鸡水杯，黄焖鸡水杯，你们准备好了吗？哦呦，哦呦，哇，真精彩到我了，真的精彩到我了！大家可以去那里投稿，然后也可以给别人投票。他这天猫做个活动，就是可以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靠谱礼物的什么分享，这里都有太多奇怪的东西。我李毅怎么说要去下单了？这怎么了？这水杯看上了，震惊了呀！我的是啥样的？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啊，我收到过的是这个，有人给我送过一个我的眼罩，是不是也挺离谱？但跟他们比，我这个就还好啊。太精彩了！我再看看还有啥啊？哎，我这怎么退出了这个界面？再回去怎么找不着个这界面？这年纪大，有点玩不太习惯。哎呀，我还是看这个震惊，这个还是我心中的，目前我心中第一名吧。妈妈怕我梗，这个妈妈怕我梗，我真是，这是目前我心中的第一名离谱。每个女孩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水晶鞋。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水晶鞋，准备好了吗？就是放不大，它这个做的不太好，应该能放大呀，这页面就放不大。准备好了吗？这个水晶鞋，每女孩都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水晶鞋，这个不能展示吧？这个你们自己上去看吧，这我都不敢展示。哎呀，惊了呀，啥人都有啊！你们收到过啥离谱礼物啊？可以评论区分享分享，就别太有想法。送礼物，如果不是真的很了解，不要有太多想法。送礼物就是简单直接就好。能送到一个礼物，能送到一个人心上去啊，挺难的。就是一般来说比较好，就是他喜欢，但他觉得没必要买，他又喜欢，他或者不舍得，或者没必要，他没买。你要是能猜到，你把那个送给他，也挺难的啊。你这买点不出错的，完事儿了，买点牛脆脆，别给人送漱口水啊！这送漱口水。这能明白吧？这个就有的就不适合，比如说你给人送漱口水，这就有点过分。给人买点牛脆脆，哎，这肯定是出不了事儿。正在暧昧的人送什么礼物？正在暧昧，关系可以更近一点啊。牙刷，关系更近一点，送那个电动牙刷。正在暧昧，直接送电动牙刷。后面的话需要我教你吗？会说吧？电动牙刷就可以。不会，教一下。说我给我买了个礼物，说我给自己买了个礼物，不是，这得正在暧昧的人啊，你别这招不能乱用啊，就你俩已经就是都挺那啥，就差挑明了就可以了，大概这意思吧。说你给他送，哎，说你地址给我一下，我买了个东西。说干嘛呀？说那个什么，别害怕，不是给你买的，给我自己买的，你地址给我就行，你收到就知道。但是人家得你俩可就真的就是已经相当暧昧才行啊，这不然容易那个给人吓坏了。没懂，我的天哪，这有什么不好懂的？到底？这有什么不好懂？没懂的点是什么？懂了吧？真没懂，不明白。我的天，给我送过一箱卫生纸。我接着读信了，送礼，反正就是行吧。刚那个暧昧期那个说明白了吧？还有什么情况？你们要送什么礼？我看看，女闺蜜
生日不就这就行呀？这不就挺好的吗？送这个购物袋坚果自己吃，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可以。前夫生日送什么？送祝福吧，啊，送祝福吧。前暧昧对象送什么？前暧昧对象还送什么送啊？送走就行了。前暧昧对象你还送什么送？送走就可以了。老板生日送什么啊？送祝福吧，统一送祝福就行了，对吧？送你离开。亲老公生日送什么？老公就老公，前面加个亲是什么意思啊？亲老公生日送什么？你这让我不得不心生起了一个疑问，就是亲老公，那么那么也就是说，老公喜欢啥你还没数吗？他喜欢啥你就送啥呗，那都那么多年了，对不对？长点还不舍得买呢。百度完了，说送牙刷是关心健康。行，朋友，你想在我小卖部学到点东西应该比较难了。我刚刚那个送牙刷那是为了关心健康嘛？哎，不要放弃我，还可以再学习一下。对。学习，我试试这个 AI 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儿，这还是个好问题，看看能不能理解。暧昧期，我跟对方已经暧昧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他突然送了我一个电动牙刷，然后我说我不要礼物，他突然说没关系，不是给你的，是给我自己买的，请问我该怎么理解这件事？看看这 AI 能不能，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他也可能是在试探你的态度，他可能是缺乏表白的勇气，他可能是想制造独特的互动，他说不是给你的，是给自己买的，可能是想创造一种特别的互动方式，让你对他的礼物和他这个人产生更多的好奇和兴趣。这是一种别样的引起你注意的方法，为你们之间的相处增添一些趣味和话题。哎，说你说的不对吧？但你也沾点边儿。